哎，你碰到这种把自己端在那儿的嘉宾，你这是绝对不行的呀。对啊，就你是怎么把他弄下来的？你就需要在他这里头挖细节。你可以粗犷的问，但是粗犷的问之后，他最考验的人是追问。你无论他给什么一个东西，你要迅速的调整一个角度，就是包抄，方方面面包抄。围剿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围剿。其实采访就是这样的，直到拿到事实，没有事实就没有一切。好漂亮，这个地方不像演播室。哦，第二组啦。这是我们采访的地方吗？其实这个环境还让我挺放松的。哎，这个地方是不是鲁豫老师他们来过呀？对，那个书店，两个位置，哦，那相当于我坐这边，老师在这边。OK， 我坐到这边举一下板子，你看你能不能看得到？完全没问题。哎，他俩好松弛。但我感觉就是你举牌一次，我估计我是不会看你的，因为这样其实看你很明显，所以我就是估计你举牌我就知道30分钟已经过了。好，30、30和5。OK。紧张吗？还行。你到时候就是如果觉得我问的好，你给我点个，就在那边点点头，就在那边点点头。那也不用，那也不用，太可爱了。摇头我就崩溃了。我注意一下表情管理。等一会儿老师不是会提前来前采吗？咱们不要把咱内容问他太多，咱主要就是让他舒缓心情，聊聊家常，然后展示诚意。对，是这样的，让他们提前相信我们，信任我们。我看到他了。这来女要上来了。哇，这里好舒服呀。好，嗨，芷来老师，你好，芷来老师，你好，握个手吧，我们。天哪，好激动！这是折耳根遇见了，这是芷来老师，好嘞，很激动。好嘞。折耳根遇到芷来老师。对，嗨，大家好。下好。老师，那您坐这边吧，我坐这边哈。对。哎呀，感觉一进来就很舒服，很舒适。对，我其实挺期待看雨佳的这段采访的，是因为网上芷来女士有点模糊。老师，那我来给您看一下我们大概访谈的问题。芷来女，我对她真的不是很了解啊。然后芷来女士因为最近红了，然后她是什么样的，我还不是很确定。就是我还蛮想了解比较真实的她的。他的信息应该很少，是吧？就是它很破碎，恰巧是破碎信息之间特别值得玩。我们整个想聊天的感觉也是想比较舒适的，就跟我们聊一些您自己的一些内容。对，我们就不想把它做成一场很硬邦邦的访谈，就忘掉摄像机的存在。好，就是一场非常开心的聊天。好，然后我们也想知道，可能您比较想聊什么样的问题，然后比较介意聊到什么样的问题。等会儿我们在聊的时候，我都直面就好，没问题。这种采访者。所以我今天也希望就是能听到您更多的故事，因为就哪怕我是一个折耳根，我都会觉得有时候我们想更了解您生活或者成长方面的一些小故事。对，一定的。看到你们这2张脸我就高兴。哇，会鼓励人的。漂亮，优秀，高兴就行，老师。很 chill 的氛围，老师。昨天还在屏幕里的老师，今天到现场了。看起来本人怎么样？超棒，美呀！老师状态超好，真的。对，关键是因为昨天晚上刚好是歌手2025，今年所有的工作都结束了，是参加那个直播在线，然后大家也说我从参赛选手逆袭到评审，很真实。不错，而热场如此顺利。对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陕西的老师啊，陕西吧？那是陕西的。老师，你之前也是在陕西生活过吗？那上我西安音乐学院。哦，西安音乐学院。所以我奶奶也很喜欢唱秦腔。哦，秦腔。你会唱吗？我会一句。你唱。来，没白准备。这次走起山西。汉城县，
就是这一句。走且善喜韩城先。这句可能是秦腔里面大家都会唱的那一个。很经典的一句。小的时候，我爸还经常调侃我，就是有一句话叫那个叫什么？我爹爹贪财把我卖，就是我爹贪财把我就给卖了。秦腔呀，就是有很多类似于我们这样聊天的生活里面的当时的故事，对，就也挺好玩的，确实很有意思。而且我看您之前采访是把秦腔和摇滚放在一起对比，你会觉得秦腔里面有一种摇滚感，巨摇滚。巨摇滚，秦腔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最 real 的、最炽烈的摇滚，真的毫无疑问，是吧？就你讲秦腔那个劲儿一起，都没把话题问完，他就知道该说啥了。为什么没有代沟啊？没有代沟，对，已经聊起来了，这热场热得不错。就你讲秦腔那个劲儿一起啊，震天的那种怒吼，背朝黄土要跟命运抗争，你所有的那种情义恩仇恨。就是有里有面有血有肉有骨血的东西都在那个里面都有，真的。哎呀，这个氛围，开录吧。我已经很期待了，那我就等待你跟老师一起去聊出一个也非常有血有肉的一个故事。因为我们采访是一个人采嘛，可能是我主要跟您聊哦，你就以陪伴的方式来为两位护航。好。来了，来者何人？芷来老师，其实。我昨天看了您的直播，我看到就是您看那个单依纯《这来女》啊，《这来男》王力宏老师看到那一组，然后您说听完之后真的很感动。哇，他们真的是上台之后是音乐先说话的呢。我第一声听到的那个王力宏老师那个小提琴，一出来之后跟原版一毛一样。第一轮我是投票给小单。哦，那最后就是咱们这个争霸赛的结果和您的预期是一样的吗？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因为我想每个人就作为音乐这件事情而言的话，就是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，就跟我们喜欢吃面、喜欢吃馍，不同地方的人大家的听感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听到什么，我真诚的就是我喜欢，我就去投了他们，所以我就是真诚的投出了我自己想投的那一票。所以我就其实挺想问的，就是。昨天您是在线上看他们最后的争霸赛吗？您会觉得没有站在那个台上稍微有一点小遗憾吗？哦，一点都不遗憾啊！妈，太好了！火！真的，我有当了一次好好的当了听众，好享受哦！那么多人在台上为我唱歌，为了我的感受争来争去。还有就是，我觉得我从歌手，从一个素人。参加到接榜成功，意外晋级，然后又留了那么多期，我心里面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呢，超额实现了。在我心目当中，一个完美的画卷已经全部都结束了。真的，我们回到了音乐的世界里，对吧？是。这让我想到了，就是您在之前的有一场比赛，也就是最后突围赛之前的一场比赛。我记忆很深刻的一个画面是，当时您在台下，唱完之后看着台下的观众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是能共情到您的，是吧？感觉，对，就是我会觉得，就是那一刻您在想什么呢？哇，他的问题都好好呀，感觉，润物无声，他一点一点浸润进去，很舒服。那一天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坐在台的时候，我把自己从歌手的角色抽离出来。我有看到哇，台上台下这么多人，哇，每一个人那种眼睛里面想要看到的、想要听到的东西。我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哎呀，就我何德何能吧，就是能够在这样一个声音的场景里面，我觉得就很幸福吧。所以您，之前是完全没有预料过自己会来歌手的舞台吗？就是我特别想参加嘛，然后报名2次，你也看到了，就是有点就是特别想参加，所以还唱了那个 Lady A 的那个梗。所以您有想到过，就是您这个 Lady A 加入到这个歌曲之中，最后一出来，大家的反应和反馈，你是有预料到的吗？我预料到大家会就是会觉得很开心，喜闻乐见。观众给了我一个好的反应的时候，我又给了大家一个在音乐里面的回应。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共鸣和回响，有点像双向奔赴。对，双向奔赴，这个是好的呢，是吧？
这个状态都是好状态。他的气场也是对的，气场对的，很难得了已经，对一个新人来说。行，就你好像一直在大众面前都是比较可以的，在状态，在状态。包括他也完全克服了过去在各类考核当中比较急，对，所有问题都愿意反过来想，我们去提醒他的东西，他都注意到了。他们俩的对话让我觉得比较舒服，是吧？非常舒服，对，非常舒服。那您会担心就是您接不住大家的这种所谓的期待吗？就是会在每一轮的过程当中，会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好？不怕。我想了想，我很坦诚的说，我不怕的原因是，因为这么多年，不管我用什么样的声音状态，我在表达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这条路，我没有转过行，不是吗？我是在声音的世界里面，一直在这件事情里面，所以我发生什么样的可能性，我都不意外，而且我也知道我是在这个规则之内的。所以你是拥抱这种可能性？非常拥抱。当然拥抱不完美，就有的时候人会让你懵的一下，但是你懵的那一下的时候，给到你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哇，那一秒钟你给出去的是很本能的东西。你有没有那样的事？有，挺坦诚的，灵魂里的坦荡，眼睛里就是只给。我觉得您说到本能这一点，我觉得可能我的生长环境和我的家乡，给了我很多的能量，或者说那一个阶段和时间，它塑造了我这个人。对，而有时候在一些您说的所谓的极限的情况当下，我可能就会把最本能的一面释放出来。是的，所以原来您的家乡在甘肃嘛？是，我知道您是从者来寨里面出来的，对吗？所以从寨子里出来的一个女孩，就是您是怎么发现自己这种天分的呢？是有人指点你，还是说父母？好棒啊，这个都是有效问题。过得好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适合过一些。其实你不觉得大家的成长有点一致的是，我们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能性。比如说有的女孩会梦想说，我将来当个公主，可能看了个动画片，但是在我的那样一个出生背景，我是在沙漠边上的戈壁滩里面长大，所以我小时候能看到的就是没有绿色的羊、牛、骆驼，天上的鹰，然后就是一片黄土戈壁滩，是不长草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底色就是大自然什么都不会给你，你想要什么你得干，你得自己找，就是会让你本能的会有一些配料表比较干净的性格特质，还有你的生命状态，这个是不变的。这句话好好。是，我觉得这个是天生土地会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。是，而且在那种小的时候，你从来也没咋看过电视，也没有见过钢琴，咋可能有音乐梦想？但是我小的时候，我给你分享一个点，我们那边不是有过农历4月8吗？4月8就出去浪街，就是游街啊、逛集市啊，有点像大巴扎那种。用陕西话叫锅灰，对，堆着，就是大家都要出去浪嘛，农历的。然后我们那边是离敦煌比较近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要上香啊什么的，绕着走。我就小的时候，就还在小女孩的时候，看到哇壁画，那个里面的仙女儿，哇那种草氏供养人，对吧？那种优雅高贵，那珠光宝气，心里面觉得她可能就是我心目中的艾莎。那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种舞蹈形式叫敦煌舞，我就去学了那个。所以那个是我对音乐和艺术的一个启蒙。小启蒙点。我的天哪，启蒙是敦煌的壁画哇，这起点也太高了，这起点。然后就学跳了敦煌舞以后，对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愿望，说哇，将来要想当个飞天，当个仙女一样，觉得就是很有那种姿态感。您这个动作让我一下就已经幻视了，是吧？因为您今天的这个整体的造型，就您好像一直在大众面前都是就是这样的造型，甚至我看网上有人称你为说是菩萨，很舒服，毫不刻意。这个故事好像也没听到过，没有，这个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给自己描绘出来的一个画像，对，一个愿想。但是我有选择所有的颜色一定是大地色系，我们中国的那个敦煌的那个壁画审美色系，是不是感觉有一种链接的感觉？就我觉得，因为一个人的外形一定是他内心的一种表达，对，是吗？所以其实您是
我觉得您是热爱自然的，超级热爱。不错啊，就话语流已经起来了。对对对，真舒服，他说话，对你一点都不架起来。这个采访是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者来语。未来别人要了解他的时候，搜出来的全是我们的节目。对，因为我们了解到了您现在是者来女嘛，已经是我觉得这一年应该看过歌手的、没看过歌手的都已经很了解您了。大家知道您其实改了几次名字。对，哇哦。就是我首先说一下，就我一直也从来没有很正式的去回应过什么我的名字之类的，我觉得这纯属扯淡，子虚乌有，无需回应。所以李翠霞之前也是您的名字。对，我的者来女是我的艺名，这毫无疑问。你在不同的平台社交账号，你也会注册不一样的名字，其实这些昵称而已。但是很夸张的是，连我的姓都给我改了。哦，所以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一些，非常的子虚乌有、无需回应的事情。我记得就是您之前有讲过，说您小时候你们在羊圈里唱歌，网上的这个信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夸张。我说我小的时候身世惨淡，一派胡言，都是挺尖锐的东西。因为雨佳前面状态的铺垫，给自己创造了深挖的机会，不错。您当时做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时候，会想过它会这么火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就已经都3、4年前的事儿了。哎，雨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赶紧问歌手。今年大家在关注歌手，肯定会关注到您。那您会害怕这种流量的消失吗？你觉得你面前这个节目会吗？都是有效问题，状态本身就是有效的。是的。那这个问题是有用的，会害怕流量下来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好的。对，他没有压力的问出了这个问题，很舒服的问题。就像您说那个，包括那个，可能因为您自己是个很贵的，这两个问题都给得很好。因为之前的音乐，很多的人可能对咱感觉有一点，哎呀，听不懂你的音乐。不是，难道没有看歌主要是？听不懂你的音乐。没有想象的好，比讲的好多了。一个成熟的采访，你说的。我就听到的音乐，情绪价值给到位。那您有没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，就说我做音乐确实是我开始了？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机会参加了一个乐队，我得到了一个机会，就是可以出国演出。我们每一个国家后场的时候都不认识，他们拿起个鼓然后你就直接就冲上去了，哎 whatever， 就是你在那个里面你唱什么你都对，你唱什么都自在。没有人揪着你说哇你不应该，或者说你一个女人不应该怎样，没有。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打开了吧，但是我业务能力还是跟不上，不是吗？就是你特别想唱，但是有的时候给到人家的那种动机不是一个音乐里面很有效的。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又有理性又有感性的一面，所以我回来我就知道自己怎么练了。这才打配合呀，自然到业务能力。诗文在给他提示，诗文在给提示。对，当然了，聪明。现场我觉得可以，就是你会觉得你有什么特别想问的，是不是能够举个板子？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的。然后这可以吗？啊，我其实觉得可以的，因为这是你们俩共同完成的一个东西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所以您在出国之后，其实还是感觉到自己的业务能力是有差距的。对对，当然。那个时候也是20几岁，对，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。没有。现在业务能力够用吗？挺尖锐的。括号可不问。我要写一个到底问不问？他们俩聊上了，俩人聊上了呀。这组配合的不错，就是两个人是彼此在给对方借力往前走。就是您刚说您跑到国外，又回来，然后您意识到了可能自己在业务上还有需要精进的地方。对。那您从开始做音乐的时候，您有没有就是被会打击到过？有，当然有，特别有。简直被打击的不要太多，就是还是在玩乐队的那种嘛，然后在现场大家就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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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唱呀，
唱呀，然后我就特别想唱啊，你脑子里面没有一个音，你唱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特别想跟上，但是你在那个技术或者是乐理的那个逻辑里面，你有的时候找不到头绪，就突然想懵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台下的观众就离我那么近，我就听见他在台下就说我，他说哎，这个女的真的不行。这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？那是多少岁的时候？就是正式开始参加乐队、独立做音乐的时候。你知道我怎么办了？我听得我心里面那个气呀。然后就结束了之后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冲下去了。我站在他旁边，我说：“哎，哥们，你刚刚说什么？”然后他直面，然后我就说你还没在音乐里面，然后我也急了，我又不知道说，我说你说的对，走着瞧。这一幕好生动啊！太好，这个故事哦，这很符合您的性格。对，你看我唱三界四周，三界四周无所求，不可求，就是你呈现的那个画面看起来并不是美丽的、可爱的，那你通过作品给大家的就是有距离的。但是宝贝，这个距离感也是我要的。因为你在表达你的音乐立场的时候，作品让你是什么，你可以成为什么，那个时候你就是要这样的，对。要回头看他在那举着，那也挺尴尬。回头看了一点之后，哎，你给我看看写的是，一回头，太可爱了。他说你早往那边看是什么呀？所以您觉得《者来女》这个艺名，它是真实的您自我吗？我觉得合二为一了。现在，一开始美其名曰者就是尊者，还有一个来，我觉得哎，来 ，come on welcome 来，就是有个感召力，是一个信号。者来放在一起，我说者来女，毫无疑问就是我。真的，是吗？所以我觉得您做出来的很多音乐很 chill。我是一个自由即兴的歌手，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乐器，咚咚敲一下。所以您自己也会做乐器，我刚听你。对，就喜欢用大自然的那个，有时候捡点石头啊、木头，搞点铃铛啊什么的，有的时候放在头上，有的时候揣兜里。是我还一直很在状态，不说话。然后还有就是每天也是弹钢琴，他们两个感觉像是两个人一起在唱，然后每次举板子，我觉得都举在了点子上，就是给他一个力量，你可以往前冲一冲，问一问那些比较有一点锋芒的问题，而且也没有过多打扰。对，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，好棒啊！他俩配合的，我都被感动了，觉得好美好啊！这样，年轻时候的友谊，对啊，这才是强者，真正的强者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也想比个大拇指，真的是。所以您的音乐，您刚刚也说是从自然启蒙，对。那您在看了那个敦煌壁画之后，您知道了您的外形上想追随这样一种形象，对。那您什么时候决定说我就要去唱歌，我就要做音乐？我觉得我不做它不行。这些都挺好的。鲁豫替他们高兴的。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小时候学跳舞，一直学到就是我们要考大学。你们也都面临艺考，对，我去考跳舞就没考上，那我考舞蹈没考上，我就自然而然选择，哎，好像唱歌也不用背着乐器那种，所以我那时候考大学就是考的县音乐学院，我就考的是歌剧的民族歌剧表演。所以这是一个美丽的小意外吗？意外。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愿景，马上就一定奔着它就能去实现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一直在说，我光着脚走，然后去找鞋，对，找鞋，然后你有的时候穿上，你也发现鞋不合适呢。你觉得好看，但是别人觉得不好看呢。你虽然觉得好看，但是你跑不动呢。然后调整就好。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的历程，命运，一次又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。都是源自于命运给我的彩蛋。这个人讲的本身也好。是的，对，芷兰女士，我才发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被访者。是的，是的。
之前还没什么大采访，真的没有，我没有看过他这样静下来说很长的话。从您做音乐走入大学一个意外，最后成为者来女，它是一个集合，是，是您最后的一个呈现。那我其实很好奇，就是您在将来还会变吗？这个追问好，哎呀，不一定哦。对，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每个阶段的使命和功课嘛。也许这一站完成了，到下一个时代，然后我们都更抽象了，连名字也不需要了呢。对于您个人来说，对于者来女来说呢？对者来女来说，她完全的开放，完全的尊重所有的可能性，拥抱，拥抱，拥抱。后边这个区分很好，太棒了，这哎呦，两个美丽的女孩真的是，美好哈，太美好了，就想用美好来形容，这才是真正的搭档的意义啊。这个就感觉很快就过去了，所以没有煎熬感。对，没有煎熬感。后面我觉得讲完了很多道理，但是还有很多自己的经历在里边，还是蛮好的。而且他总结也有很多金句。我的每一次脱胎换骨都是来自于运命的彩蛋。看到好访谈还是有爽感的吧？对吧？就这个交流场完全成立。对，完全成立。我觉得大家通过这个节目真的是了解者来女，像您说的，认识者来女，了解者来女，喜欢者来女。对。今天跟老师聊完，我真的抽象了，特别对我觉得我又抽象了一些，所以在最后我想干一件更抽象的事情。要干啥？那能不能和 Lost 一块唱一个 Lady 啊？5分钟一起唱首歌 ，Lady 啊。来，预备，第哈气，好，预备 ，Lady 啊，预备，走。Lady 啊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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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dy 啊。他们连小平的内容都做了，小平花絮都做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干得漂亮 ，Bravo， 漂亮，漂亮！谢谢老师，太精彩了！谢谢老师，太精彩了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了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